强大的帝国为何如此害怕女人的一根头发？深度解析伊朗政权的头巾控。上，序曲：一块布与国家黑牢。想象一下，走在现代首都的街头，突然之间，只因为你头上的一块布稍微滑落，露出了几缕头发，街角的监视器瞬间就锁定了你的脸部特征。几分钟后，一辆厢型车急刹在你面前，你被强行押上车，甚至可能在一个名为道德再教育中心的黑牢里莫名其妙地失去生命。这听起来像是反乌托邦的科幻惊悚片，但这不是小说，这是伊朗女性的残酷日常，也是2022年玛莎·阿米尼 Mahsa Amini 失去生命的真实场景。大家想一想，一个拥有核武技术、掌握中东命脉的强大国家，为什么会对女人头上的一块布感到如此恐惧？今天我们不只聊历史，我们还要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为你拨开表面的伪装，看看这些独裁政客的内心到底有多脆弱。同时，我们也要带你回顾历史上那些喜欢规定人民该穿神魔的政权，最后都迎来了什么样的下场。第一部分，导火线与消极抵抗。从玛莎命案到 Z 世代的反扑，要切入这个主题，我们得先回顾引爆当前危机的导火线。2022年9月，23岁的女孩玛莎·阿米尼因为涉嫌不当穿戴头巾，遭到伊朗道德警察逮捕，随后在拘留期间离奇死亡。这起命案瞬间点燃了全国性的女性生命自由抗争。面对这场由 Z 世代与女性主导的抗争，伊朗当局不但不妥协，反而把国家机器的镇压手段推向了数位化的新高峰。2024年，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光之计划 No Plan， 大规模启用脸部辨识技术来追踪未戴头巾的女性，并祭出没收车辆、冻结账户，甚至暴力逮捕等极端惩罚手段。这群受过高等教育，却必须面对高达20%青年失业率与恶性通膨的 Z 世代，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早就对这个体制不抱任何的幻想了。对他们而言，摘下头巾不只是为了争取穿着的自由，更是对这个把国家资源砸在海外扩张，例如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政权，却让国内民不聊生的集权政府进行一场终极的清算。第二部分，从期待到绝望，伊朗女性的心理转折与抵抗。为什么伊朗民众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让我们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伊朗女性在1979年大革命前后的心理转折。一、革命前夕的浪漫期望，1978到1979年初，在推翻巴列维王朝时，许多世俗派女性其实是自愿戴上头巾走上街头的。对当时的她们来说，头巾是一种反抗国王独裁、追求政治自由与反帝国主义的抗争符号。更要命的是，霍梅尼 Khomeini 在巴黎流亡期间，把话说得非常漂亮，极力进行民主与人权的语言包装。他多次承诺，未来的伊斯兰政府会保障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甚至声称女性将享有完全的自由。当时整个社会都预期，就算伊斯兰成为国教，头巾政策大概也是自愿或有条件开放的。二、承诺破灭与强烈反弹，1979年3月。结果呢？革命胜利才短短1个月，霍梅尼就翻脸不认人，宣布女性必须戴头巾才能去上班。这种对革命承诺的背叛，引发了民众巨大的心理震惊与愤怒。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超过10万名伊朗女性涌入德黑兰街头强烈抗议。这是伊朗女性第一次在心理上感受到无比深刻的背叛感。3. 恐惧内化与消极抵抗，1980年代至2010年代。随着新政权开始残酷清洗异己，并在1983年正式把不戴头巾列为刑事死罪，女性的心理被迫转为无奈接受与适应。但她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屈服，而是发展出一套叫做 bad hijab 不当佩戴头巾的心理补偿机制。他们故意把头巾往后拉，露出一大半头发，穿上合身的衣物。这是一场长达数10年的消极抵抗 （micro resistance）。他们在不触犯死罪的边缘，拼命夺回那一丝丝自我表达的权利。4. 恐惧的消散与全面觉醒，2022年至今，到了今天的 Z 时代，这种长期的压抑已经到了临界点。
阿米尼的死瞬间引爆了长久以来积压的集体创伤，年轻人的心里已经从夹缝中求生存，转变为死也不再退让的全面抗争。当恐惧的阀门被冲破，神权政府的威吓就再也起不了作用。第三部分，先知的初衷与政权的背叛。7世纪的保护伞如何沦为现代政治枷锁？要了解伊朗政权为什么对头金正模偏执，我们得回到西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看看先知穆罕默德当初的真实历史背景。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伊朗政权根本是彻底违背了先知的教诲。一、基于保护与社会身份的务实考量。从古兰经的将士背景 Asbab al-Nuzul 来看，关于女性着装的经文，最初的社会功能其实是为了保护。当时麦地那治安不好，妇女出门常被地痞流氓骚扰，所以古兰经只是信女披上外衣 Jilbab， 是为了让她们容易被认出是自由的信女，而不致遭受侵犯。当代伊斯兰女性主义学者莱拉·艾哈迈德 Leila Ahmed 也指出，头巾根本不是伊斯兰教发明的，早在伊斯兰崛起前，拜占庭与波斯帝国的贵族妇女就把面纱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伊斯兰教只是吸收了这个文化，赋予它宗教属性。著名学者法蒂玛·梅尔尼西 Fatima Marnisa 更一针见血地剖析，先知本人其实很有平权色彩，当时的服装规范很大程度是为了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向保守男性精英妥协的让步。二、穆罕默德的治理与伊朗政权的暴力强制，这两者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强制力与惩罚。在古兰经与圣训中，先知从来没有针对不戴头巾的女性制定过任何像鞭刑或监禁的现实惩罚。反观现代伊朗，道德警察在街头把女性活活打死，这在先知时代根本找不到任何法理依据。伊朗政权把7世纪的道德保护建议恶意曲解成了21世纪的暴力刑法。他们抓着头巾不放，根本不是为了信仰，而是在展示国家权力。三、宗教学者的反扑。这种把头巾规定武器化的做法，连伊朗自己的伊斯兰学者都看不下去。早在1979年，自由派大阿亚图拉马哈茂德·塔莱加尼 Mahmoud Taleghani 就公开反对强制头巾。当代改革派思想家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Abdulkarim Saroush 直言，神是完美的，但人类对教义的理解永远可能犯错。既然会犯错，政府凭什么宣称自己代表绝对真理，甚至用暴力强迫所有人遵守？这叫专制，不叫信仰。神学教授穆斯塔法·莫哈格格·达马德 Mustafa Mohaghad Ahmed 更警告，强推贞操与头巾法只会让年轻人对伊斯兰教义产生强烈反感。先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与尊严，而当今的伊朗政权却是用监控科技与暴力来掩饰独裁者的生存恐惧，彻底玷污了伊斯兰的本意。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伊朗政权把7世纪用来保护女性的道德建议恶意曲解成了21世纪用来殴打女性的暴力刑法。他们死抓着头巾不放，根本不是为了遵循先知的教诲，而是在亵渎伊斯兰的本意。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可怕也更深层的问题：既然连神学逻辑都站不住脚，既然连他们自己的伊斯兰学者都看不下去，那为什么哈梅内伊政权就是死不退让？一个掌握核武与飞弹的强大帝国，到底在害怕这块布底下的什么东西？他们宁愿面对全国暴动，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也要搞脸不辨识去抓一个没戴头巾的女孩。在下一集，我们不聊宗教，我们要把这个独裁政权绑上心理学的解剖台。我们将透过生物政治学与滑坡谬误的生存恐惧，带你看透这些政客内心深处那种病态的亡国焦虑。同时，我们也会盘点历史上那些喜欢管人民穿衣服的集权国家，最后都迎来了什么样惊悚的下场。不想错过这场心理学的降维打击，请立刻按下订阅与小铃铛。
我们下集见。